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立生国画小课堂。那么这一节课呢，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个红颜色秋荷。首先看过来，咱们整个画面是莲蓬的位置，咱们先把它定出来。然后呢，今天还有一个漂亮的蜻蜓。那么整个画面的主视呢，咱们是大留白的在左边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再看一下莲蓬的画法。墨汁拿出来以后，里边加一点水啊，不要这个浓墨。那么在勾线的时候也注意一下，用1号毛笔。咱们这个纸呢是一个生宣的，那么也可以用半生熟的都可以。现在笔尖调一点点淡墨，然后咱们从莲蓬的位置。那么今天画莲蓬的时候，咱们先画莲子，我把莲子的位置先定出来。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莲子呢，也分享一个非常漂亮的莲子。因为大家知道，莲子呢，它画的时候啊，那么它就是在咱们这个生长的时候呢，它有大有小，是不是？也不是说都是一样的。所以说咱们在勾线的时候，也就注意一下，让它画得很生动。那么这里你看，我在后边再画一个藏到后边的。那么下来，你看，就是说大家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可以在创作的时候，那么就根据咱们的喜欢。现在呢，这里再来一个，好，这边咱们给它来一个头朝左边的。那么下来呢，咱们把它莲子窝窝的地方，咱们把它画一下。看不到的这个窝窝的地方，咱们就不管它了啊。一定记着，这个在线条画的时候，不要把线条交叉在一块儿。那么只把咱们能看到的这一部分，看用线条把它勾一下。那么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的时候，咱们就看一下莲蓬。那么莲蓬画这个莲蓬边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根据咱们的这个莲子多少来画。现在咱们你看，用小的钉头梳尾把咱们的莲蓬的结构画一下。那么这就是莲墩墩的地方，你看小的钉头梳尾是不是？那么下来就是咱们长这个核杆的地方，也把它画一下。那么上下的线条在画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啊，不要把它相交，那么也不要把它连到一块儿。好，咱们这个就是笔端一连，这样手理了以后啊，更加的生动。那么现在咱们莲蓬画出来了，那么下一步咱们就看一下调色了，怎么去晕染。那么晕染的时候啊，咱们看过来。莲蓬用什么晕染？莲蓬今天咱们用藤黄色啊，用3号笔，我现在用的是3号笔，藤黄色加一点点咱们的太青蓝，那么笔尖上是一点点太青蓝，看。那么晕染的时候就注意了，你看从咱们莲蓬边上走啊，莲蓬边上走，那么所以说边边上就稍微绿一点点。然后咱们再加一点水，那么现在笔尖上呢，就是稍微黄一点点的颜色了。好，现在咱们看一下莲子怎么去画。现在咱们看一下莲子，先用花青色，用3号笔，笔尖先画莲子最下半的部分。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个莲子和大家分享的时候，是从下半部分最重的莲子下边开始。那么用花青色把每一个莲子的底部紧挨着咱们莲子窝窝的地方，先用花青色把它每一个都晕染一下。那么这时候啊，毛笔上水不要太多，用笔尖调一点点花青色就可以了。下来咱们笔尖上调一点3绿色，在刚才的藤黄色里边稍微调一下。那么如果想要莲子绿一点，咱们的藤黄色就少一点点啊。那么像让莲子稍微发黄，那么藤黄色多一点。现在呢，你看笔尖上这个颜色，咱们把它从莲子的尖尖上面啊晕染下来就可以啊。那么这个就是也是点染的形式，把它每一个都点染一下。
每一个都把它点燃到啊。那么有的颜色就重一点，就淡一点，更自然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有的让黄一点，有的让绿一点点。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调一点点的黄颜色，对，咱们把这个莲子上半部分亮亮的地方，咱们再把它提一下，啊，这个就是稍微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，把莲子最上半部分，也就是它亮面的地方，咱们把它提一下。好，现在提完之后，咱们用一点太白色，再加到刚才的浅浅的绿颜色里边，那么这个就是咱们莲子的高光啊。那么只有了它的暗面、亮面，有了高光，只有追寻了这个素描关系之后，咱们这个莲子呢才会有一个立体感。所以现在你看，用白颜色把每一个莲子的尖尖的地方，这亮面我们把它提一下。现在咱们再提一点点三绿色，把莲蓬的边边稍微把它提一下，点染一下，那么让莲蓬的立体感也就更强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呢就是稍微来一点笔尖上来一点颜色就可以。现在咱们笔尖上再调一点点绿颜色，那么花青加咱们的鹅黄色，调完之后笔尖来一点点的烟紫色，咱们画莲蓬的侧面，也就是莲墩墩的地方。那么这个时候就看一下咱们怎么用笔，笔尖朝上啊，那么再加一点烟紫色，把咱们这个莲蓬凹进去的地方，咱们用一点点的烟紫色。对，然后笔尖你看稍微扫一下，用笔肚的时候压一下，对，轻轻的压一下，那么现在这个颜色呢自然都有了一个变化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咱们给笔尖上啊稍微来一点点注标，那么把下边扫一点点，对，稍微让它有一点点发一点点红颜色，那么这样呢，咱们这个莲蓬一下子就亮亮的就起来了，是不是？笔尖再调一点鹅黄色，灰绿色里边调一点点鹅黄色，咱们把莲子的窝窝的地方全部把它扫一遍，所有莲子窝窝的地方都把它扫一下。对，这个全部把它扫一下就好了。啊，看哪一个地方没有扫到，都把它扫到。现在呢，咱们看一下蕊丝怎么画。现在先用笔尖调一下咱们的胭脂加墨色，调完之后刮一刮多余的水，把它刮掉，然后在笔尖上蘸上咱们的墨，这个就是稍微重一点的墨都可以啊。然后咱们用双钩的形式钩的时候，那么就看过来，先钩一条线，然后平行再钩第二条线。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在双钩的时候和大家分享的，笔尖控墨不要水太多，因为咱们这个是生宣纸。那么把前边的画出来，然后再掏后边的啊。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画这个双钩的时候注意的一个，你看每一条线都先钩一个线，然后钩完之后再钩第二个。那么蕊丝尖尖呢，也可以稍微用一个椭圆形都可以，月牙形也可以。好，现在咱们你看每一条线啊，都钩的时候不要它交到一块儿。那么特别是咱们双钩的两条线，一定不能交叉的。钩这个线的时候啊，一定要小心。对，把前边的先钩完之后，然后再掏后边的。不要看一个勾一个，看一笔描一笔，咱们一定要知道结构，知道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，知道了结构之后，然后画起来
那么想怎么画就可以怎么画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咱们这个虽然给大家有双钩的，但是呢也是写意画。那么现在继续，你看钩的时候啊也要看了，你看让它错落有致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咱们再继续看。现在咱们就看一下花瓣，仍然是从左边，我是第一笔。那么今天的花瓣呢，咱们勾一个秋荷，所以呢，花瓣就不要勾的太多。你看，先勾一个，是不是反瓣的出来？然后呢，再继续看过来，咱们再勾它啊。那么一个小的出来了，咱们在右边再勾一个长的、大一点的，让它的姿态比较妖娆，是不是？因为荷花的花瓣呢，在风中那种感觉，咱们要画出来。今天因为咱们这个是秋荷，所以呢。花瓣咱们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那种动势，是不是啊？那么所以你看，我把花瓣也勾一点点，带像咱们那荷叶的那种感觉。下来再继续勾。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，是咱们的一个小写意的啊，小写意双钩的，所以说大家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那么就是勾线了，让大家练习的也就是这个勾线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勾线，哎，整个的勾线。那么下来，咱们再看一个，这个花瓣呢就要画的稍微胖一点，对，稍微胖一点点的花瓣，让整个画面呢有一个动感。一定注意一下啊，就是咱们这个花瓣勾线的时候，线条呢要有弹性，是不是？你看下边稍微圆一点。上边的花瓣呢，让它定头鼠尾有个变化。下来再继续，咱们把荷杆的位置画一下。那么荷杆呢，也用双钩的形式。对，一笔下来，稍微让它斜一点，不要直直的画下来。荷杆呢，也正对的是咱们莲蓬中间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咱们双钩的荷杆也是比较多。对，勾线的时候，因为咱们那个树枝啊，有一点点树枝的感觉。对，那么。它就用小的这个钉头鼠尾，咱们把它稍微抻一下。那么现在再看一下啊，咱们把这个小刺儿点一下。那么点小刺儿的时候也是长长短短、错错落落的啊，不要把它点得太规矩。现在咱们看一下，再继续加它的花瓣，那么加一个在这个荷杆后边的，你看仍然是钉头鼠尾。那么小写意双钩就是让大家练习一下勾线，那么所以呢，线条的变化一定要很生动，是不是？那么荷花这个花瓣反瓣的感觉，风中卷起来的这种感觉，对，都要把它画出来。你看我在后边啊，把它反瓣画一下，那么让它有个动势，是不是？整个有个动势。下来咱们再继续，再往后边再加。所以说这样的话，你看。知道了荷花的结构，咱们一个花瓣一个花瓣去加它，而不是说看一笔描一笔。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荷花的结构是怎样的。那么现在我再加一个，你看咱们想怎么加都可以怎么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就是知道了结构之后，咱们把它这个荷花的这种姿态啊，那么就表现得很漂亮了。你看花瓣再让它卷起来。风中的感觉，秋风起，花瓣呢跟着在秋风中啊摇摆的姿势，是不是？下来咱们再继续加，你看还可以再加一个啊，让它后边再有一个花瓣。现在咱们就把蕊丝再加一下，看哪里的蕊丝还不够，咱们就继续加它。那么让蕊丝也从这个花瓣这块穿插过来的都可以啊。所以说这一步就是到收拾的时候了。那么勾线仍然是到最后的时候再加它。你看，还有地方觉得它不够饱满或者长短，哎，再让它错落一点，咱们再把它加一下。现在呢，咱们基本上画好了，现在就看一下，看哪里不够，再把它最后的收拾一下。对，让它再加一个长长的，这个咱们的蕊丝是不是？那么现在莲子看过来啊，咱们要定一点点的朱标色，把莲子的尖尖全部画一下。
这个就是咱们用珠标色，毛笔上啊，水要少，一定要少，只要把颜色能调开就可以。每一个莲子的尖尖都把它画一个小小的圈圈。那么这个也可以用胭脂色啊，也可以用胭脂色画它。画的时候啊，笔尖上就是跟着咱们这个小圈圈走啊，画的圆圆的。然后下来，咱们用太白色啊，一定要用，咱们就用个太白色，把它的圈圈里边点一个小的白点儿，这个就是咱们莲子尖尖的那个小白点儿。这个也是一样啊，水要少，毛笔要干一点，颜色能在上面能盖住啊。所以说这个颜色不要太稀，你看要稍微稠一点的颜色，只用笔尖把它提一下，点一下就可以。现在咱们就要开始画蕊丝。那么笔尖上是一点胭脂色，先点一下，啊，重的地方咱们用一点点胭脂色啊，那么笔尖上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胭脂，然后咱们再调一点点的藤黄或者鹅黄都可以啊，或者珠标也可以。那么调一下以后啊，笔尖上再来一点珠标色，对，让它有一个过渡，有一个变化。那么这个就是画的时候根据咱们自己的喜欢了啊。那么可以调一点珠标色，也可以用胭脂色，都可以。那么只是就是说笔尖的颜色稍微重一点，看笔尖的颜色稍微重一点，对，靠近咱们莲蓬根根的地方，颜色让它稍微重一点点。然后下来慢慢的，哎，这个蕊丝跟着这个方向走。这个咱们就是小写一双钩啊，不是像工笔。那么你看现在笔尖上再来一点。咱们的珠标色，对，再把它有的蕊丝再提一下。那么现在笔尖上就是来一点鹅黄色了，你看鹅黄色浅一点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用鹅黄色，对，把这个蕊丝最下边的地方，咱们把它扫一下。啊，每一个都扫一下啊，都扫到头。对，这个就是咱们这也是点染的形式，把它扫一下。那么现在继续，咱们把这个用鹅黄色把它所有的尖尖都把它画一下。现在就看哪里没有晕染到的拿笔尖再把它扫一下，全部都把它收拾一下。那么可以加一点点的藤黄都可以啊。好，现在咱们看一下花瓣儿。花瓣儿的时候用咱们的胭脂色用咱们的胭脂色，笔尖调一点，然后呢，从花瓣的尖尖开始。那么紧挨着墨线的地方，把它每一个花瓣都扫一下。你看紧挨着墨线啊，所以说这个颜色呢也有一个变化的，笔尖的颜色稍微重一点点，是不是？然后慢慢的往下边走，对，每一个都从花瓣尖尖走，看过来，每一个都从花瓣的尖尖走。一定把它都画的时候就是说落笔的时候重，收笔的时候稍微轻一点，你看轻一点，扫一下。那么笔尖上水也不要太多，这个水不能太多了所以呢，这就是咱们在用笔，又是调色了，调色和用笔的方法了。那么稍微点一下，你看每一个花瓣都从它尖尖的地方咱们扫下来。这后边呢也是一样所以说把咱们合杆的地方留出来就可以。那么莲蓬根根的地方就淡一点，是不是？那么花瓣尖尖就稍微重一点。看，现在还有这个长的花瓣，咱们也把它再晕染一下。对，那么后边的花瓣也要晕染不能说前边染了，后边就没有了。全部都把它紧贴着墨线，你看扫一下。现在咱们就要晕染花瓣了。那么笔尖上调的是胭脂色只在笔尖上来一点。那么从咱们这个花瓣根根的地方，你看压一下只是笔尖那么笔尖上来一点颜色，一定不要太重那么到后边的时候，你看笔尖上我再加一点水，稍微把它扫一下。这个呢，就是咱们把里边的花瓣晕染一下。那么每一个都一样都是笔尖上来一点点的胭脂色，笔肚和笔根都是清水，这个笔肚和笔根千万不要有颜色。
那么这样呢才会晕染的这个花瓣呢很自然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么你看这个就是毛笔上啊，少清水，笔尖上来一点点的胭脂色。那么到后边的啊，这个花瓣的时候，里边咱们就是毛笔上加清水了，轻轻的把它扫一下，那么大家也看到颜色越来越淡了，是不是？只有咱们这个连着莲蓬的地方，那么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重颜色，咱们把它稍微的用重颜色。那么剩下的地方啊，离咱们的莲蓬远的地方用清水，你看扫一下，对，轻轻的用清水，笔尖上有清水扫它一下。现在笔尖蘸一点胭脂色，把它结构的地方，你看，咱们把它提一提，那么重的颜色也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一下子蕊丝也就衬出来了。对，把它结构的地方，咱们把它提一下。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晕染花瓣了，拿一个干净的毛笔出来，笔尖上啊蘸一点点的太白色。对，你看咱们怎么去调色？这个关键就是调色，笔尖上咱们加一点点太白色，一定看过来看我怎么调色。那么笔尖是稠稠的重颜色，然后从这个花瓣的尖尖咱们开始，笔肚是清水，是不是？你看，先这个重重的白颜色，对，把花瓣点了之后，咱们轻轻的，你看，把它扫一下就可以，压一下，啊，那么轻轻的压一下。尽量不要把咱们的墨线啊，就是刚才勾的那个线盖住了。那么现在呢，侧锋再扫一下它，对，先从反瓣的地方咱们开始画它，轻轻扫下来，那么毛笔上的颜色也越来越淡了，是不是？第二个花瓣仍然是啊，咱们每一个都是从反瓣的地方开始扫它。所以说这画这一个的时候啊，那么就是一个注意一下，刚才看到我是清水笔，是不是？只是在笔尖的地方蘸了一点点的重颜色。同样的方法啊，把所有的反瓣的地方咱们都把它晕染一下。那么现在啊，每一个花瓣都这样的，你看，现在我反手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一定是笔尖重的颜色对着咱们花瓣的地方。那么不管它这个花瓣的姿态在哪里，咱们晕染的时候啊，一定注意笔尖都是在咱们花瓣最尖尖的地方，是咱们这个重重的白颜色、稠稠的白颜色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你看侧锋，我把它扫一下，对，粘管儿，对，旋转一下就可以了。每一个啊都是笔尖沾一点点颜色，一定记着笔肚和笔根啊，千万不能有白颜色。那么这样咱们压一下，你看它这个颜色呢，自然就有了变化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又要用一点稠稠的颜色啊，笔尖来一点稠稠的白颜色，把每一个花瓣尖尖都把它点染一下。那么让这个白颜色呢立体感更强了，花瓣的白颜色也更加的白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啊，就是咱们提的时候，最后也是最后收拾的时候，你看笔尖上啊，把所有最重的就是反瓣的地方都把它晕染一下。注意啊，一定不要把咱们墨线压住了。那么也是笔尖只有一点点太白色。
那么现在就要看里边的花瓣了。里边的时候咱们调的，你看是一个牛奶状的，是不是？就没有像在反瓣的时候那么颜色那么稠。所以说这一步啊，大家先看一下，用牛奶状的笔尖调一下，然后把它扫一扫，待会儿干了以后啊，它的颜色自然就是有一个浓淡的变化了。那么现在啊，咱们每一个花瓣都是同样的方法，都是调一点点牛奶状的笔尖上啊，不要到笔肚和笔根，把每一个花瓣咱们都把它晕染一下。你看每一个花瓣都是也是从尖尖的地方往里边扫下来。到这一步的时候就不要着急，咱们就是调的牛奶状的太白色，咱们呢把每一个花瓣都要把它扫下来啊。你看刚才比如说哪一个颜色不够的，咱们现在还可以再把它提一下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越到画到最后的时候啊，一定是咱们越小心收拾的时候。那么笔尖上你看再来一点点牛奶状的，咱们一层一层，只有这样的调色画出来的，在咱们这个荷花呢，它才会有润润的感觉，是不是？现在你看我继续收拾它，笔尖再来一点点重重的白颜色，对，看哪里不够的地方啊，没有点到的地方，咱们把它再提一下，特别是花瓣边边的地方，你看稍微提一下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了这个是不是非常漂亮？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教的啊，怎么用笔，怎么调色。那么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调色的方法。现在啊，咱们就要准备画荷杆调色，先用一点点焦茶色，然后呢调一点点的花青色啊。笔尖先是焦茶，再调一点点花青色。从咱们的荷杆最上半部分开始，你看，从上半部分压一下，对，慢慢的一笔往下边扫，轻轻的扫下来，对，侧锋，那么下边是不是越来越淡了？对，你看这个一笔颜色下来以后，它就有了浓淡的变化了。然后再把咱们右边再把它轻轻扫一下，好，你看荷杆就画好了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，笔尖上来一点太白色，对，笔尖来一点点的太白色，在藤黄里边稍微调一下，咱们要点咱们的蕊丝的尖尖，你看白颜色多一点啊，藤黄色少一点点。那么这一个呢，用笔的时候水要少，一定记着啊，水要少，颜色呢要稠一点，然后呢这个白颜色才会很亮的，是吧？稍微调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就可以啊。把蕊丝尖尖的地方啊，你看现在我又调了一点太白色，对，现在的毛笔上没有没有藤黄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有的地方看用一点点，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藤黄色，那么现在呢，我就用太白色把它再提一下，那么蕊丝尖尖也有了层次的变化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蕊丝的尖尖也有了层次的变化。那么下面呢，咱们再给它也加几个，你看，让它这个一下子生动了起来。所以说这个画画的时候啊，咱们不能说照搬，一定是自己有自己的心意，对自己想怎么去创作，咱们去画它。那么这样你看，就这几个小的这个蕊丝尖尖，一下子给人感觉到了层次感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咱们就收拾它了。笔尖上来一点太白，看哪里不够的，再把它提一下。现在笔尖上调一点点太白色，但是呢，藤黄要多一点。咱们把蕊丝再给它勾一点，
你看靠近莲蓬的地方，咱们再给它有一节啊，用这个太白色加的是咱们的藤黄色。对，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稍微让它黄了一点点。那么把蕾丝靠近莲蓬的地方，你看我再给它晕染一个颜色啊，现在一下子咱们的蕾丝，你看立体感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咱们看一下啊，给它左边左上角加一个蜻蜓。那么蜻蜓咱们也用小写意双钩的形式，这个就是笔尖上稍微有一点点重墨，拿1号笔，咱们稍微点一点重墨，但是呢水不要太多啊，因为是生宣纸。咱们先画蜻蜓的2个小眼睛，对，那么位置定出来啊，先看一下位置，对，斜着过来，让它和咱们的花呢有一个呼应，但是不能和荷杆和那个平行啊。好，咱们现在看了位置定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先画它的眼睛，眼睛是2个小半圆形啊。咱们今天用咱们双钩的小写意的形式，把咱们的蜻蜓画一下，眼睛、嘴巴，对，蜻蜓有嘴。那么现在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，毛笔上的水多的话啊，咱们记着一定要把它沾一沾。那么现在呢，用淡墨。不要用太重的重墨啊！咱们画蜻蜓的背部，背部就是一个梯形的啊。蜻蜓的背部基本上就是梯形，对，把它的背部画出来。背部画出来以后啊，那么现在看到了，它就梯形的，然后画尾巴。那么尾巴先用一个虚线，咱们把它先定出来。你看，用虚线先把它定出来。定完之后，咱们再一节一节的画它啊。这个画的时候，墨色就不要太重。也不要浓墨啊。那么蜻蜓背部画的时候，画5节也可以，7节也可以，这个也没有要求。咱们毕竟是写意画啊，所以说大家在勾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毛笔要控墨控水，不要水太多，就会阴掉的。现在咱们把它的尾巴一节一节的画下来。那么勾线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对。那么这一个梯形的尾巴，它是一节一节的，你看长方形的，是不是？那么尾巴后边还有一个小尖尖的尾巴啊。好，现在咱们看一下翅膀，翅膀画的时候从背部开始。那么今天咱们也画一个非常漂亮的蜻蜓，你看，这是它前边的第1个翅膀。那么它对应的还有一个啊。这毛笔上水多的话，一定要拿纸沾一沾啊，沾的时候沾笔肚的地方。沾完之后，笔尖沾一点点的淡墨。好，继续咱们画对应的，那边还有一个翅膀，是不是？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现在再继续画后边的翅膀了，笔尖来一点点墨色啊。那么先把蜻蜓翅膀最前面的线条先勾出来，先把它定出来。好。下来，咱们就要把它翅膀的形态要勾出来。那么我把这个前面再先把它勾一个线啊，勾一个双线。对，把它前面先勾一个双线。那这个线呢，就稍微要重一点点啊。勾这个线的时候，蜻蜓的线条稍微让它重一点。那么今天啊，不会画蜻蜓的朋友，咱们小写意双钩这一节课就是给大家画一个蜻蜓。啊，稍微把它勾一下。那么现在继续看过来，咱们要把它翅膀的那种三角形画出来，是不是？它是一个三角形的，但是呢，它这个翅膀尖尖可不是尖尖的啊，它是圆的，稍微带一点点弧度的，对。那么所以它的翅膀，咱们上面的翅膀，你看今天给它画一个侧面的翅膀，和咱们平时画的也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咱们的课程会给大家画不同的类型、不同的造型，让大家也感受。再咱们继续啊，那么要画什么了？咱们现在要画翅膀里边的结构了。它呢，先把咱们这翅膀给它再勾一个啊，再画一条线，对，把这个线条再画一下。那么等于上面就画了3条线，是不是？连着最重的一条线下来，咱们画了3条线。
那么我现在啊，就用稍微重一点的墨色，你看，把它最上边的这一条线呢，稍微勾一下，对，提一下，稍微提一下，啊，这是最上边的一条线，咱们稍微提它一下。那么现在画翅膀了，就翅膀是漏角枝，是不是？咱们就是像蔬菜一样画漏角枝一样，所以说这个啊也是啊，落笔的时候啊稍微要轻，这个一定要轻，才能把蜻蜓的翅膀那种轻盈感才可以画出来。你看，像小蔬菜一样，像咱们画山水的漏角枝，那么这个是它大的纹路啊，翅膀上大的纹路啊，很轻的把它勾一下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就是给它翅膀最上面是长方形的方块，你看我用墨汁把它点一下，啊，4个翅膀的上边啊，都把它点一下，长方形的小方块，墨色要淡。那么一定注意啊，毛笔上墨色不能太重，只是笔尖来一点点墨色就可以。啊，一定不要太重。那么现在再继续，笔尖来一点点墨色，咱们把翅膀后边就是不规则的方块了，长方形的，是不是？你看不规则的，咱们也把它点一下。啊，一定记着后边就是不规则的了啊。那么现在还有蜻蜓小腿的地方啊，咱们也把它轻轻的扫一下。你看。啊，前面画上2个腿就可以了啊，2个、3个，本来是4个腿，那么画的太多的话啊，咱们这个画面就少了韵味了，所以不要画的太多，画了2个，再可以后边再加一个看不着的，画一半就可以。那么现在再用墨色把翅膀最上边的一条线，咱们再把它提一下，啊，这上边的这一条线啊，稍微重一点。那么毛笔上水要少，咱们把它再提一下。那怎样把蜻蜓画得很灵动？这个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关键。那么还有它翅膀有一个小的黑点，是不是？这个胎点，对，这个就是蜻蜓最有特色的，有4个小黑点，翅膀上面的啊。咱们现在看一下调色，那么先调一点花青，对，一点点花青，再蘸一点点焦茶色。画什么？画咱们蜻蜓的眼睛啊，这个就是啊焦茶色，加一点点咱们的花青色，把蜻蜓的眼睛先画一下。那么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啊，半圆形的，对，点染一下啊。那么把它眼睛高光的地方留一点点，对，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蜻蜓的眼睛，点一下。那么现在背部也用这个颜色啊，这一笔我就没有换笔啊，也没有调色了。那么这一笔呢，背部也点一下，背部点完之后，点它的尾巴，蜻蜓的尾巴，一节一节的。那么现在你看一笔一笔的颜色是不是就不一样了？眼睛最重了，一直到咱们尾巴的地方，那么这个毛笔上的颜色也会越来越淡。那么这样呢，更加的有层次感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下来呢，笔尖上再加一点烟紫色，你看刚才的颜色再加一点烟紫色。咱们把它翅膀轻轻扫一下，从背部啊往后边扫，啊，从它的背部往翅膀两边的扫，毛笔上多余的水把它沾一沾。这个毛笔上水可不能太多啊，轻轻的扫它，所以说现在就会出来一个发一点点蓝紫色的颜色，是不是？那么笔尖的多余的水啊，拿咱们的纸沾一沾，你看我轻轻的扫它。这样扫了之后啊，大家能看到咱们这个蜻蜓呢，它这个翅膀对它很透亮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。那么这个颜色呢，咱们把这个蜻蜓的小腿啊，再把它点染一下。那么别忘了小腿还有背部，我再把它点一下，眼睛部分再稍微把它晕染一下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收拾的时候了。大的颜色晕染完之后，咱们就到了收拾的时候了。现在呢，咱们在这个笔尖上稍微蘸了一点点的淡黄色啊，浅黄色，对，浅浅的黄颜色，咱们把它扫了一下。扫完之后，
就看过来，咱们笔尖上啊要调一点点太白，一点点太白。对，在刚才的这个蜻蜓的这个翅膀尖尖开始啊，咱们把它看用太白色稍微给它扫一扫，点染一下，那么让这个翅膀呢更加的亮，哎，更加的透亮。这个就是用一点点太白色啊，太白不要调的太稠啊，稍微淡一点。每一个都是翅膀尖尖啊，这个呢就是咱们每一个都是咱们翅膀的尖尖。对，轻轻的给它一点点的太白色。那么就这一点点太白色，你看点完之后，咱们这个蜻蜓翅膀是不是一下子就亮了起来？那么现在呢，咱们再加一点点的笔尖上是三绿色，用这个三绿色，咱们现在看要点哪里？先把蜻蜓的背部用三绿色点一下。对，蜻蜓的背部三绿色点完之后，还有它的眼睛，也再把它点一下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用一点太白色，把它尾巴后边啊，再给它点一个白颜色，那么让这个蜻蜓呢更加漂亮了。所以今天啊，咱们和大家分享的小写意双钩荷花和蜻蜓的画法。那么就这一点点颜色点了以后，你看蜻蜓是不是一下子就亮起来了？好，今天这个画呢，咱们就画完了。那么看一下最后的落款。今天的落款，咱们落的时候，那么左边是大留白的地方，也是咱们整个画面最留的一个气眼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在左边咱们不能落款。那么这个落款的方式有两个，一个呢可以落到咱们左下角这一块，那么这里呢可以盖一个闲章，也可以落一个章落到这里。那么今天咱们看一下怎么去落款。就说写这个落款的时候也可以写很小很小的字啊，这块就落款的时候一定不能写的太大。那么今天咱们看一下，可以落2个章啊，今天这个咱们也可以落2个章啊，2个闲章，2个明章，然后呢咱们可以给它再盖一个小的闲章。你看，通过这个小的闲章，咱们把它压一下。好，那么今天咱们这个落款呢，咱们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节课再见。